提到汐止，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逛、可以玩呢？大家应该会只有想到远雄广场、康告坑溪的樱花吧？其实不只有这些。身为汐止在地人的我，今天就用我最熟悉的蓝15这条路线，带大家游览汐止，带你进去山区秘境，瞭望汐止南港周边的街景，还有康告坑溪赏樱，前进四股皮，享受静谧的湖光，最后去基隆河的星光桥，让你发现意想不到的景色哦。欢迎大家先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哦。哦，太好了！我今天可以来介绍我家这边的路线了哦。这一条线呢，也算是我从小搭到大的哦。我搬来汐止的时候呢，差不多隔2-3年就开了这一条路线，它叫做蓝15哦。那蓝15呢，它是新台5路上最赚钱的路线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坐蓝15要去哪里玩，要怎么玩呢？跟着阿汉走就知道啦。频道做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终于来介绍我家故乡的路线了。想起刚刚捷运昆阳站的位置，以前捷运板南线的终点还在昆阳站，没有通到南港展览馆的时候，平日只要是超过晚上9点搭乘蓝15，会看到一群满满的人潮在这里候车回新台5路呢。蓝15是初期捷运接驳公车的路线之一。1999年12月24日，配合捷运板南线通车到市政府而开辟的路线。当初的起点是在大同路的樟树湾，2000年4月10日才改走新台5路，并延伸到中心汐止站发车。新台5路的公车路线初期班次都非常少，蓝15进军之后，解决新台5路到南港之间通勤的问题。新台5路的民众非常仰赖这条路线，即使日后缩短到昆阳站，仍然是汐止地区的高营收路线之一。小时候的我初来乍到汐止，住在忠孝东路的摩登家庭社区。最早期只有班次少少的605新台5线，以及尖峰才会出现的904。1999年下旬多了一条通往公馆的907。当时新台5线的沿线人口非常密集，为什么没有一条方便的路线通往南港跟松山呢？所以隔年好不容易终于有一条通往捷运市政府站的蓝15，从最初的9辆车到最鼎盛时期有25辆车营运，成为中心的黄金路线。来，我们现在第一站来到的是横科哦。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么冷门的公车站下车哦？因为我们要带大家去爬小南港山，带大家去看一下小南港山登顶之后的风景。过了南港行政中心、南港展览馆，我们第一站要在这个冷门的小站下车——横科。很多外地人误以为过了北山大桥才算汐止，并不是哦。其实过了南港桥之后，进入横科，这里才是新北市汐止区的范围。来到这里下车，我们要进入我们在地人才会进来走的小山丘——横科山。横科山又称呼为小南港山。横科山属于4分尾山的尾人，海拔不高，只有90公尺而已，与南港山的两头遥遥相望。从横科的站牌走进来，看到南港仙公庙的牌楼，走进去就开始爬山。登顶大约只需要10分钟而已，可以眺望台北的盆地4周的名山，以及南港跟汐止的都市街景及道路。
这座山登顶相当轻松，如果你还意犹未尽，可以继续往下走到横科路的巷子哦。在大家看完整个景色之后，我们还要回到横科的站牌，继续搭蓝15往前到下一站哦。北山大桥是汐止通往南港重要的桥梁。不过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为什么北山大桥是汐止往南港的方向，而南港往汐止的方向是平面道路？其实，北山大桥是后来才加盖的，因为台5线是北基道路，基隆、汐止通往台北市的主要干道，沿线的住户工厂又很多，每天的车流量又年年增加。当时汐止横科往返南港这段交界只有双向各一线道。当时的公路总局为了疏解台5线大量的车流，在1991年加盖北山大桥，从此汐止往南港改走这座桥梁。从此之外，公路总局当时也计划了新台5线，这段背后的故事等等再告诉大家吧。新台5路开通之后，远雄以及东帝士2大集团就在这里计划新建商业大楼，就是现在的远东世界中心以及东方科学园区，两者大约是在1994年完工启用。这2座园区目前是汐止最瞩目的地标。好了，经过商业园区，我们也准备要下车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联清街口这边下车哈。那这里呢，离汐止的康道坑溪樱花非常的近，走，我们带大家去看看樱花。我们在联兴街口这里下车，带大家去康道坑溪赏樱喽。从这个站牌下车，走过去赏樱，大概3分钟就到了。阿汉，我住在大同路的细科站旁边，走过来这里非常的近。由于这里附近社区众多，加上又刚好到赏樱季节，又是连假的第一天，所以就如同你画面看到的，人潮还不少呢。康道坑其实是汐止的旧地名之一，范围大概是在白云里的东北方一带，而康道坑溪是基隆河的支流，上游的源头在四分尾山西侧，最终在水尾湾注入基隆河。目前中游、上游是水源保护区。30年前，象神台风以及那莉台风带来庞大的雨量，基隆河以及支流康道坑溪暴涨，让汐止市区整个泡在水里。加上周边住家多、工厂多，水质变得非常糟糕，因此决定编列经费整治基隆河以及相关的支流。而康道坑溪的整治，当时也决定希望能恢复溪内原有的自然生态，并且修建护岸设施以及美化周边的环境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排樱花，也是整治之后才出现的哦。这个地方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了，名气不输给东湖的乐活樱花公园。如果要来到这里，公车的话可以搭蓝15、951、907，火车可以搭到细科站下车，从北出口右转出去，沿着联兴街走到新台5路右转就到喽。另外啊，如果看完樱花想要逛逛街、吃个饭，这里离远雄广场不远，走路大概5到10分钟内，沿着新台5路的斜坡走上去就到喽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搭下一班蓝15，上车带大家去第3个地方喽。在新台5路的交流道附近，下方就是有名的白袍湖。白袍湖的面积有20甲，是汐止地区仅次于金龙湖的第2大湖泊。当时公路总局的计划
希望将新建造的台五线穿越白袍湖上方，衔接台北市的忠孝东路。不过这个计划后来作罢，原因目前打听到的有3个。第一，白袍湖周边当时是属于军事管制区，所以计划遭到否决。第二，环评当时没有通过。第三，如果跨越白袍湖行经台北忠孝东路，建造成本会相当的高，所以最后公路总局决定将新的台五线衔接大同路，就是刚刚好士多的位置，再将北山大桥拓宽，以应付庞大的车流量。诶，怎么在这里下车呢？这里到底有什么秘境？其实这里有个小湖泊四股皮，就在摩登家庭社区这站。沿着茄东路左转中华街，看到中华街65巷走进去就抵达四股皮咯。这里也是阿汉小时候的居住的地方。以前我就住在摩登家庭社区里面，当时我就读崇德国小。每天我的阿姨都会带着我从社区的后门沿着田埂再接茄东路往上走，所以这里的街景啊，我非常的熟悉。来，各位，这里呢就是四股皮哈。那为什么会有四股皮这个食堂呢？是因为呢，以前茄东路跟细者忠孝东路大概这一带的范围，以前都有非常多的农田哦。那当初他们务农的时候呢，需要是灌溉水源啊，所以就做了这个四股皮出来。那四股皮的由来呢，据说是因为当时有4户的人家合股起来，施作了这个池塘哦，拿来灌溉做水用，所以叫做四股皮哦。然后你如果走到后面的话，你还可以登顶哦，去瞭望整个汐止的这个景色哦。刚刚有提到，四股皮以前是用来灌溉稻田的，现在农田跟菜园越来越少了，周边几乎都是社区大楼。不过这座湖泊的风光还不错，所以决定带着大家来到这里观赏一下景色。四股皮往后面走就是景峰山灵谷寺。景峰山的海拔不高，大约只有83公尺而已。要爬上去景峰山，其中一条登山步道可以从四股皮的后方上去。好了，带大家欣赏湖光景色之后，紧接着我们要往最后一个地方喽。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，汐止在1990年代的时候，并没有国泰医院这种大型的医疗院所，只有中小型的幼平医院。位置就在摩登家庭社区的正对面。刚刚画面中这间全联的位置，小时候住在摩登家庭社区，每天都会听得到救护车响亮的声音，常常也会看到老3台的戏剧借这间医院来拍戏。记忆中幼平医院大概是在2003年结束营业，在结束营业之前还爆发院长跟股东之间的纠纷。不过这间医院的资料实在是不好找，只能凭着我的记忆跟大家做个简单的描述了。聊着聊着，我们来到东方山河社区这里了。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呢？骑着 U-Bike 前进最后一站星光桥。星光桥可以从东方山河社区旁边的楼梯走进去，沿着基隆河走就能够看到，可以说是汐止近年非常醒目的地标。这座桥的造型就像是一只大型的麦克风，指向着天空。白色塔柱以及桥身都装饰了点状光源，在夜晚里呈现出璀璨亮眼的点点星光，所以才会被命名为星光桥。来到星光桥这边，非常推荐各位可以等到黄昏时分或是夜晚的时候再来这里，
黄昏的时候，可以欣赏这座桥在基隆河水面上的倒影，搭配夕阳，非常的美丽。到了夜晚，星光桥上的灯光每2秒就会变一次颜色，跟黄昏的细景景致完全不同哦。好了，今天简单用一条线带大家走完了汐止的各个地方。想要瞭望汐止南港的景色，可以去横科山。康告根溪赏樱，沿着步道可以欣赏溪水及樱花。如果想要静静的看着湖面，那可以选择四股皮。最后还可以去星光桥。不过建议等黄昏时分再过来哦，景色才会非常漂亮。好啦，今天我们的影片也接近尾声了，下一集我们还要再介绍其他台北地区路线哦。好啦，介绍完蓝15的整条路线之后呢，今天我们的终点呢就在星座公园这边告一段落啦。我是阿汉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